云梦楼台对蓝忘机说了句有缘再会之后，魏无羡看着他缓缓下楼的背影，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闷闷的。直到那抹雪白的身形消失不见，魏无羡才重新端起桌子上的酒，一饮而尽。这酒的味道明明还行，可他此刻却好像尝不出什么滋味。让那些女鬼们都退下之后，魏无羡自己一个人倚在窗台边，一手撑着下巴，歪着头看着长街，等着那人走出楼台，再目送他一程。要不是因为闹得不太愉快，说不定还可以再扔一朵花下去。蓝湛被人送花时那个手足无措的样子，可真是太好玩了。思及此处，魏无羡自己都没发觉，自己正对着长街傻笑。长街上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，可是走过了那么多人，魏无羡连一个长得有蓝忘机5分俊的人都找不到。魏无羡等了一会，正要再去开另一坛酒，刚把酒封打开的时候，他才发觉不对。蓝湛虽然走路慢，可总不至于那么久还没从这小楼台里出去吧？他上来的时候可是挺快的，长街上怎么还不见他？魏无羡把酒放下，一手搭上楼台的围栏，正准备探出点脑袋往下看仔细一点的时候，身后蓦然响起了一个无比稚嫩的声音：魏婴。虽然稚嫩的不行，说话的语调却是一板一眼的，严肃无比。这竟没有来由的给了魏无羡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，他怎么会把这个明显是个小孩的声音跟蓝忘机联系在一起呢？真是有趣。魏无羡被自己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逗笑了，嘴角上扬着回过头，想看看是哪个小孩胆子那么大，不仅敢闯到这里来，还敢直呼自己的大名。可是当他回过头看向门口，看见那一个小小的白色身形，看见那微微低着的头和那一双浅浅的琉璃色双眸时，他嘴角的笑容一下子就僵住了。魏无羡差点没整个人从凳子上摔下来。那个小了一圈的蓝忘机正两手提着自己过长的白色衣摆，踩着2只大的不行的靴子，定定地站在魏无羡的面前。他眼帘微垂，睫毛轻闪，薄薄的嘴唇浅浅地抿着，这让他圆润粉白的小脸蛋微微鼓起，看起来简直可爱至极。虽然两人方才不欢而散，但这也影响不了魏无羡现在非常想冲过去捏捏他脸蛋的冲动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正是眼前这个人一直让他不愉快，一直跟他唱反调，可是现在看见他这副小小的乖乖的样子，魏无羡只觉得心头所有压抑着的东西都在一瞬间烟消云散了，逗弄他的想法也死灰复燃。魏无羡吞了口水之后，稳了稳自己的神色，假装出一个云淡风轻的语气。他平平静静地挑着眉毛问道：小孩，你不怕我？蓝忘机无奈地瞟了他一眼，看见他这个反应，魏无羡简直兴奋地要跳起来。魏无羡憋着笑，极其正经的负手站了起来，慢悠悠地绕着蓝忘机走了2步，一边仔细地打量着他，一边用着一副老练的嗓子对他道：是不是和家里人吵架了？怎么出门还偷穿大人的衣服呢？鞋子也不太合脚呀。你这个小朋友还是早点回家，别让家里人担心才是。而且啊，我可不是什么好人，心性坏得很，修炼的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邪术鬼道，说不定等会我就发狂失控，然后啊把你吃了，你怕不怕？一边说还一边超凶地对他伸出了爪子。蓝忘机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魏无羡吃了个没趣，悻悻然地耸了耸肩。哎呀，你这个小孩怎么那么冷淡，一点都不可爱。你知道姑苏蓝氏的韩光君吗？你怎么跟他一个样子？小小个儿的蓝忘机叹了口气之后，抬起头，神色复杂地望着魏无羡。魏婴，我终于决定先研究正事。魏无羡顺势盘腿坐在了蓝忘机面前，一只手慢悠悠地转着笛子，另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撑着自己的下巴，笑眯眯地让蓝忘机接着说下去。这一坐，魏无羡便与蓝忘机一样高了。当看见与自己近在咫尺的那张成熟俊秀的脸冲自己笑的时候，蓝忘机恍惚间觉得他的那个少年好像回来了。他微微蹙着的眉头也慢慢舒展开来。蓝忘机思忖了片刻，才直视着魏无羡的双眼，认真对他道：方才我离开后变成这样了。原来是刚一出门，还在楼梯上的时候，蓝忘机的心口忽然感受到了一阵强烈的不适。再回过神来，他就变成了现在这副只有5、6岁的模样。他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变小了的身体，
就算是一向处变不惊的他，也难得茫然了一阵。在短暂的震惊之后，蓝忘机恢复了往常波澜不惊的神情，迅速地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就重新返了回来。只不过那个波澜不惊的神情，如果是在他现在这张稚嫩的脸上，给人的感觉便是完全不一样的了。魏无羡敛了笑意，听完他简单的叙述后，问道：你来这里的途中可练了什么邪祟？并无。途中可遇到了什么怪事？蓝忘机摇了摇头。那你有没有吃什么东西？不曾。那你来云梦是为了猎什么邪祟吗？不是。这也不是那也不是，那你这次来总该不会是来找我的吧？蓝忘机正要开口，却忽然意识到不对，便把话头生生止住，随后用他那双孩童的眼睛盯了眼魏无羡。魏无羡被他这么一盯，哈哈哈的就是一阵捧腹大笑。哈哈哈哈！蓝湛，别这么经不起逗嘛！你现在可是小孩子，小孩子不能那么凶的，要可爱一点。若是以前，蓝忘机只怕不会再与他多费口舌。可是现在看着他笑起来越来越自在的模样，蓝忘机甚至有些期盼魏无羡再说一些这样的俏皮话。真不知道这两个人到底谁才是孩子，到底是谁在逗谁。笑够了之后，魏无羡下意识的就想伸手去拉一拉蓝忘机宽大无比的衣服，可手刚伸出去，便又僵硬着缩了回来。蓝湛这个人不喜欢与旁人触碰的。说话逗逗他还行，身体接触还是不要再有了吧。毕竟虽然忽然变小的蓝忘机让二人之间的隔阂消失了不少，可根本的不同还是存在的。蓝忘机自然注意到了他这个动作，他只垂了垂眼帘，并没有说什么。魏无羡把手拢成拳凑在嘴边，干干的咳了2下来掩饰他的尴尬。随后他收起玩笑的神情，认真对他道：具体的可以之后再慢慢研究，不过我还是先给你弄套合身的衣服穿上吧，你这样也不方便。蓝忘机低头看了眼自己攥在手里厚厚的一层布料，轻轻地嗯了一声。魏无羡站了起来，拍拍自己的屁股：那你先在这里等我吧，你出去也太引人注目了，我去给你买一套衣服。蓝忘机正要点头，魏无羡却突然弯下腰凑到他面前，笑嘻嘻地问他：你喜欢什么样的？蓝忘机瞳孔一缩，魏无羡直起身子哈哈大笑：哈哈，蓝湛你紧张什么？我又不是问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，我的意思是你要买白的还是黑的，还是其他什么别的颜色？布料款式什么的有喜欢的吗？对了，还得给你买靴子，也不知道你现在的脚有多大啊。说起来衣服也是有尺寸的吧，我一个人去买，要是买回来不合身怎么办？思维一向缜密的蓝忘机似乎也刚刚才想到这个问题，微微皱起了眉头。一大一小两个人相顾无言，沉默无语。最后还是魏无羡想出了办法：那我走了，蓝湛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啊。魏无羡走到门口，回过头对蓝忘机招了招手。看着并没有束发的魏无羡，蓝忘机朝他轻轻点了个头。走在街上，手里拿着自己的发带，魏无羡忍不住在心里想着蓝忘机。方才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魏无羡便跟他说：不如找个布条什么的东西，量一量你的尺寸吧。蓝忘机似乎也觉得是一个可行的办法，嗯了一声。魏无羡想了想，忽然瞥见蓝忘机额间的卷云抹额，他灵机一动，拍了拍掌，立马道：嘿，我看你这抹额就不错，就它吧。一听到抹额2字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蓝忘机立马神色紧张的后退了一步，手下意识的就挡在了自己身前，目光不自然的就布上了一层警惕，眉宇微蹙的看着魏无羡。看他这个反应，若是在从前，魏无羡应该只会调侃几句他怎么那么宝贝他那条抹额，可是现在他却默默地收回了伸向他的手。他又咳了2声，然后随意的笑道：没事，拿我的发带也是一样的。说完便爽快地解开了本就松松绑着的头发，把发带递给了蓝忘机。喏，你自己量一量，拿笔在上面做个标记，我背过去，不看你。蓝忘机看着他披散开来的乌发和他递过来的红色发带，动了动嘴唇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后却没有说出口。他接了过来，魏无羡也很配合地转过了身。终于在这条街上找到了一家看起来十分不错的衣服铺子，魏无羡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。这是一家既卖布料又卖衣服的铺子。魏无羡把发带递给店主，简要说明了哪个标记是哪个尺寸之后，
店主便热情地招呼道：“公子给您小孩买衣服的吧？小孩的衣服在这边，请随我来。”蓝湛啊蓝湛，我不是故意占你便宜的。走到一排挂着小孩衣服的货架前，店主又十分殷勤地套近乎：“公子怎么不带小孩一起来买呢？虽然有了尺寸，但还是亲自试一试好一些。”魏无羡愣了片刻，本想打个马虎眼糊弄过去，不回答这个问题，可不知为何，他忽然脑子一抽，脱口便道了一句：“跟我闹别扭呢。”说完自己的眉毛就抽了抽。蓝湛，真不好意思，我这张嘴就是管不太住。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，加入会员，听更多望仙故事。小兵感谢您。